뭐 보고 있어요? 나무요. 나무는 왜 봐? 나무를 잘 보려고요.李沧东导演的《诗》是一部深刻审视人性、罪恶与美的电影。他通过一位老年女性的视角，探讨了在残酷现实中诗意存在的可能性。影片的创作灵感受真实事件启发。2004年，在韩国密阳，几名青少年对一名女中学生实施了集体性侵。导演曾提及，影片的片名和核心表达方式通过诗和美来审视暴力，源于他在日本旅行时看到电视中河流、飞鸟等画面后获得的灵感。李沧东不想单纯呈现事件的残酷，他希望探索艺术如何与现实的痛苦建立联系，以及艺术能否改变现实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影片始于一条乡间河流，水流声与鸟鸣声交织，镜头缓缓推移，孩子们在河边玩耍。突然，一个孩子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物体，那是一具面朝下的女性尸体，她的头发如水草般散开。此时，电影的标题“尸”字悄然浮现在尸体旁，这个开场极具冲击力。李沧东以最直接的方式，将诗与死亡、美与丑恶并置，奠定了电影探讨美与苦难并存的核心基调。美子是一位年过60的妇人，衣着典雅，气质从容。这天，她来到医院治疗手臂，诊疗过程中，美子向医生提起自己近来常常健忘，医生建议她前往大医院做一次更精密的检查。检查结束后，美子走出医院，她的目光被急救车旁的一对母子吸引。那位母亲神情恍惚，举止异样，最终无力地瘫坐在地。这一幕隐隐串联起河中女孩的故事线索。美子来到一家商店，为商店女老板的父亲清洗身体。原来美子是一名上门看护。在结束工作结算费用时，美子分明握着自己的钱包，却焦急地四处翻找。她的健忘的老毛病又犯了。离开时，美子想起自己刚刚在医院的所见所闻，便将这件令人难过的事分享给商店女老板。美子说了很多，但是在场的人却表现得格外冷漠。他们对一条生命的死亡，对一个母亲的痛苦毫无兴趣。回到家，美子试探着向外孙小玉打听那个女孩的事。她知道小玉和女孩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多少该了解些什么。然而面对外婆的询问，小玉显得极不耐烦。美子想不明白，一个如花般年纪的女孩为何要放弃生命。晚饭后，美子和外孙在街边打起羽毛球，打到一半，外孙就跑了，说去找朋友。这一天也在忙碌与隐约的失落中悄然结束。第二天，美子漫步在温煦的阳光下，给远方的女儿打电话，半开玩笑地抱怨外孙不是打游戏就是听音乐，简直像家里的活佛，得供着养着。聊着聊着，美子说要去文化中心报名学写诗。诗是浪漫的，是美的，她向来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。 우리는 뭐든지 보고 살잖아요. 네, 세상의 모든 것을 잘 보는 것이 중요해요. 美子走进了新开设的诗歌课堂，课上老师说，写诗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。比如苹果，你可能已经看过它上千次、上万次，但你没有真正的看过它，因为看是一种理解，需要与它对话，只有真正的感受，才能创造出诗的宇宙。美子觉得受益匪浅，回家后，她立刻模仿起老师的做法，将苹果仔细观察。可到最后，她还是觉得苹果不该只是用来看的，而是拿来吃的。夜晚，门铃响起，外孙小玉的5位同学涌入家中，他们随即钻进小玉的房间，锁上房门，在里头秘密商议着什么。早晨，美子坐在家门口观察树，寻找写诗灵感时，突然接到鸡饭爸爸的电话。鸡饭是外孙小玉的好朋友，他们约定在美子上完写诗课后见一面。 아름다움을 찾는 일이에요. 아시겠어요? 우리 눈앞에 보이는 것들. 课后，鸡饭的父亲来接美子，并告诉他，美子的外孙小玉、鸡饭以及其他几名同学在学校里做了不好的事。几位家长决定聚在一起商量对策。美子坐上他的车，一路上隐隐感到不安。抵达饭店时，在座每位家长的脸色都不太好。美子沉默地坐在角落，眼神游离地听着他们寒暄。
不久，一位学生的父亲切入正题，他提到前几天有位初三女生自杀的事。美子顿时专注起来。自从医院一别，他再没听到关于那女孩的消息。然而，对方接下来的话让他愣住。女孩在投河前留下一本日记，其中写道，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遭受了6名同学长达半年的性侵，而那6个人正是在场所有家长的孩子。美子一时恍惚，想起自己询问女孩情况时，小玉冷漠而不耐烦的神情，一时难以回神。周围的家长仍在议论，有人说那女孩长相普通，个子也矮，不懂孩子们图什么。随后他们达成共识，每位家长出500万韩元，安抚女孩的母亲，也为了让她放弃起诉。美子始终没有参与讨论，她独自离席走出饭店，窗外开着一片鸡冠花，在她眼中，那仿佛是一面面盾牌。她写下诗句，如雪般的花。在她心里，女孩失去的是一条如花般鲜红的生命，窗内是冷漠麻木的世界，而梅子已转身走向窗外，用沉默与良知与窗内的丑陋彻底划清界限。在写下诗的灵感后，梅子踏上回家的路。她照常为外孙小玉准备晚餐，打理生活，心里翻涌着无数疑问，却见小玉仍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小玉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梅子苍老的肩上。她走进她的房间，翻看她的笔记，试图打开她的电脑，想弄明白她为何做出如此丑恶的事。那一瞬间，她所向往的美好都被染上了污浊。第二天，校方再次召集6位学生的家长，以官方的姿态表示同意家长们之前的决定，希望尽快与女孩的母亲达成和解。美子依旧沉默，面对周围一片麻木的面孔，她独自走向女孩的灵堂，看着女孩的照片，坐在角落默默流泪。临走时，她忽然想到些什么，拿走了女孩的相片。回到家，想到女孩生前灿烂的笑容，美子再也压抑不住，她冲进小玉房间，用力撕扯她的被子，质问她为何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可她拽不动小玉，也扯不开被子，就像她的善良唤不醒这世界的麻木。诗歌课上，主题是最美丽的时刻，学员们轮流分享。而失落的美子来到女孩的学校，独自坐在操场边，看孩子们踢足球，听他们的笑声，抬头望着天空，写下第2句诗。鸟儿在歌唱，他们在唱些什么？小玉的过错令美子陷入自责，她来到学校实验室，曾经的施暴现场静静凝视。晚上，美子参加诗歌分享会，室友鼓励她写下真实感受。生活仍在继续，她照常去雇主家照料，不料对方竟要求她喂她吃性药，让她死前再做一回男人。 부탁이야. 왜 이래요? 나 다른 건 필요 없고 단 한 번만 남자 옷을 하고 싶어. 뭐요? 사람을 어떻게 보고 이러시는 거예요? 刚经历性侵事件的梅子对此感到愤怒，扔下毛巾衣物，推门离去。她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医院。医生告诉她，她已确诊阿兹海默症，将会逐渐忘记名词、动词，最终忘记一切。梅子听完结果，依然笑眯眯的。她给女儿打电话，对自己的病与小玉的事只字未提。独自踏上前往客运站的路，她决定去找鸡贩的父亲借钱，凑齐那500万。沿途风景成了她观察生活的切口。她写下：时间流逝，花已凋落。梅子来到鸡贩父亲经营的 KTV， 她唱着歌，仿佛忘记了烦恼。鸡贩父亲看着她欢笑，也面露笑意。可当梅子提出借钱时，那个微笑的男人瞬间沉下脸来。生活令梅子窒息，而她一心追寻的诗也因世间的丑陋停滞不前。濒临绝望的她走到女孩跳河的那座桥上，一阵风吹落她的帽子，帽子掉进水里飘走了。梅子追到河边，拿出纸笔想记录这一刻，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打湿，那首还未诞生的诗也随之模糊。这一刻，她似乎感受到了什么。她迈着湿漉漉的步子走向那位雇主的家，她脱下衣服，如同那个自杀的女孩，主动坠入这场深渊。另一边，家长们也遇到了麻烦。女孩的母亲不愿和解，他们认为同样身为女人的梅子若亲自去劝说，事情或许会有转机。梅子没有答应，但还是动身去了女孩的故乡。她想见到那位母亲，当面道歉。梅子在女孩家中看到她灿烂笑容的照片，得知女孩母亲在田里干农活，她便去寻找。田野里掉落着熟透的杏子，那自然的美让梅子一时忘记了紧张与不安。她拾起一颗，轻轻咬下，在日记本上写：甜杏舍身奔向大地，裂开而又被践踏，是为了下一次轮回。写完诗，梅子见到了女孩的母亲，
当初在医院门口崩溃的女人，如今坚韧地活着。美子与她聊起乡村的美好，却忘了此行为道歉而来。等她回过神，那句压在心底的对不起终究没能说出口。离开乡村，美子来到诗歌聚会的小餐馆，人们饮酒谈诗，一个警察走上台朗读自己的作品。 너에게 묻는다. 이게 시 제목입니다. 연탄재를 함부로 발로 차지 마라. 너는 누구에게 한 번이라도 뜨거운 사람이었느냐? 그렇습니다. 짧아서 좋은 시 같아요. 梅子不喜欢他，因他的诗词低俗，毫无对诗的尊重。但邻座女人告诉他，这男人曾为揭露职场黑幕，不惜牺牲一切，才被贬来这小镇。梅子情绪复杂，蹲到角落哭泣。那个警察也走了过来，安慰梅子。那晚之后，梅子终于做出决定，她把女孩的照片放在小玉桌上，试图唤醒她的良知。可小玉依旧毫无悔意，这是梅子给她的最后机会。随后，梅子再次见到女孩的母亲，在协商现场，鸡饭父亲逼梅子拿出500万，梅子转而去找那位雇主，利用他的羞耻心索要那笔钱。 뭐라고 생각하셔도 좋아요. 변명은 않겠어요. 接着，他在游戏厅找到小玉，带她去吃披萨，为她剪指甲，告诉她人要洗干净，心才会干净。洗完澡，两人打羽毛球时，美子将小玉交给了那位正义的警察，让小玉承担自己犯下的罪行。其他每一位家长费尽心思凑出了500万，终成一场空。一切尘埃落定，而那首未写完的诗，终于与他所唾弃的丑陋划清界限。他提笔，文思如泉涌。诗歌课堂迎来最后一课，梅子没有来，他留下一束鲜花和一首写好的诗。老师翻开诗页，诗的名字叫《Agnes 的歌》。所谓 Agnes 之歌，就是姐妹之歌的意思。梅子已经与死去的女孩融为一体。在诗歌朗诵的话外音中，镜头跟随女孩生前的足迹，她走过的路，看过的风景。电影结尾回到那条河，水声潺潺，影片结束。梅子最终写成了那首诗，这首诗是用她外孙犯下的罪行、她自己的遗忘以及她最后的离去换来的。她在整个世界沉默时，用尽良知与尊严去面对罪孽，并完成自我救赎。当现实变得丑陋，诗成了美子最后的避风港和武器。她用诗去反抗污浊，面对外孙的罪行、家长的冷漠、世界的粗俗，她一直在看，在写。她写如血之花来哀悼生命，她写甜美杏果来参悟生命轮回。电影想说的是，诗不是生活的装饰，而是看清现实的方式。当语言失效、道德沉默时，梅子用诗重建了一个干净的精神世界。梅子得了阿兹海默症，这不仅是身体的病，也是一种精神考验。她是被动的遗忘，还是主动的放下？她会慢慢忘掉词语、名字，最后忘掉一切。但她没有害怕，而是利用这注定会失去的过程，只记住她觉得最重要的东西：美和良知。当家长们用金钱掩盖罪行时，美子的沉默与最后的背叛，完成了一次优雅而彻底的决裂。她看似柔弱，坐在角落一言不发，却默默完成了所有事情。最终，她将外孙交给警察，让所有家长的计划落空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声音的大小，而在于行动的决心。美子审判了整个麻木的世界，她用良知划开了界限。这场优雅的决裂，比任何愤怒都更有力量。本期诗解说完毕，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